美国官员最严厉的父亲杰拉尔德·福特。1974年的美国政坛爆发了尼克松水门事件，一个国家的总统居然让手下窃听对手，当众撒谎，销毁证据，被全美国老百姓当场抓住，连当时的副总统阿戈纽都因为手脚不干净灰头土脸的滚蛋了。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登场。这个男人令彼时整个美国政坛都在颤抖，他是那种你私下嫌烦，但当面却不得不服的人物。25年国会生涯零丑闻，连被查了整整5年的报税单都干净的能裱起来挂墙上。福特出生于1913年，当时他的名字还叫莱斯利·林奇·金二世。可这位姓金的父亲，他只拥有了16天。1913年7月，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他出生才半个月，母亲多萝西就抱起襁褓里的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家。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老金是个酗酒还会动手的男人，一个没钱没工作的年轻母亲只揣着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在拳头和酒气里长大。她带着孩子回到娘家，1916年改嫁给一个老实本分的油漆店老板老杰拉尔德·福特。这孩子从此被叫做小杰拉尔德·福特。那个素未谋面的生父在他的世界里渐渐淡成了一个遥远又模糊的名字。直到1930年的那个下午，那年他16岁，正在大吉溜城一家小餐馆的后厨煎汉堡，围裙上溅着星星点点的油花。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推门而入，径直走到他面前，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是你父亲。”少年僵在原地，这是他活到16岁头一回见到这个男人。老金请他吃了顿午饭，聊了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临走，从皮夹里抽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塞进儿子掌心，转身钻进那辆刚提的崭新轿车，绝尘而去。这位父亲并不缺钱，那一年他刚继承了一笔5万美元的遗产，可法院判他支付的抚养费，他足足赖了10几年，一分未付。他大老远赶这一趟密歇根，真正的目的是来提那辆新车，看一眼亲生儿子，不过是顺路。20美元是这位生父留他全部父爱。很多年后，福特回忆起那个下午，只淡淡说了一句：“对一个16岁的孩子，那是个天大的打击。”几年后，22岁的他提起笔，把金这个姓从自己的人生里一笔勾销。他的养父老福特这个并非亲生的男孩当成了自己的长子。多年后，坐进白宫的福特提起这个养父，只有一句话：他给了他一个再好不过的家，而这个家立着3条铁打的规矩：好好干活，不要说谎，按时回家吃饭。14岁那年，他拿下了童子军的最高荣衔——英级童子军。直到今天，他仍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当过英级童子军的总统。美国英级童子军就相当于彼时美国最强小孩哥，从野外求生、紧急求救，怎么止血，怎么包扎，有人当场倒下，怎么救，有人掉水里了，怎么把他拖上来，生火做饭、扎营，怎么独自一人在野外死不去。他还会一门手艺，叫做野外工程，几十种绳结信手拈来，光凭绳子和原木就能在荒地里绑出一座桥，架起一座瞭望塔。没有地图，没有导航，只凭太阳、地形、地标和脚下的距离，就能在陌生的山野里把自己准确地带到目的地。此外，认鸟、辨植物、卫生防疫、公民常识、体能达标，这一长串全是必考，一项都少不了。同时还要学会敲摩尔斯电码、步枪射击、骑马、航海、消防、追踪。当然，这是福特时代的美国。少年的小福特可以说在养父的培养下茁壮的成长。养父不但只给福特最好的教育，同时他也给福特做出一名父亲应有的榜样。老福特后来当上了当地肯特县共和党主席，矛头直指当地只手遮天的政治大佬弗兰克·麦凯。麦凯4次被刑事起诉，4次安然脱身，甚至和一桩政治暗杀沾过边，所以他在当地基本就是只手遮天的存在。但他的养父就是要搞这种只手遮天的玩意。虽然老福特面对他们基本屡战屡败，但老福特的行为深深影响到了小福特，他很讨厌那种不受约束的权利。1931年，18岁的福特高中毕业，在那儿他是橄榄球队的队长。带着这身本事，他进了密歇根大学打中锋。接下来2年，所在的密歇根队连续2年拿下全国冠军。1934年，21岁的他被队友们一致推举为最有价值球员。可偏巧这一年的密歇根队打出了惨不忍睹的1胜7负，全联盟垫底，一支烂队的 MVP。这份荣誉，福特后来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哭笑不得。真正改写他人生轨迹的是1935年22岁的福特大学毕业，球季早已引来职业球探的注意。很快2份合同摆上了桌，绿湾包装工和底特律雄狮都开价要他，但他把这2份都推掉了，而转身去到了耶鲁大学，边给球队当助理教练，一边攻读法律。正是这个决定让他的人生不是走上橄榄球场，而是进入了法学院继续深造。1941年，他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做起了律师。但了解过历史的都知道，1941年不是一个能让人安心做律师的年头。那一年的世界正一头在向深渊，整个世界都在躁动。彼时的福特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孤立主义者。他甚至加入过一个叫美国优先的组织，这群人的主张很简单，把美国和那个正在燃烧的旧世界隔开，管你们打得飞起来都与我无关。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孤立主义的美梦彻底裂开。1942年28岁的福特选择了报名参军海军，他先在安纳波利斯受了1个月的军官训练，随后被派往海军预备航空学校，挂上一个体能教官的牌子。
他教那些未来的飞行员游泳、打拳、打靶，教他们怎么止血包扎，顺带讲点航海和枪炮的常识。这些都是他在童子军时期所获得的技能。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这样，把整场世界大战平平安安的教完，等到胜利那天，再光荣退伍，回家接着当他的律师。但他教了半年多之后，在报纸上看着前线阵亡的名字一个接一个，而他还在操场上吹哨子。于是他反复申请，他要上舰，要去海上，去这场战争最危险的那一端。一直到了1943年，他被派往一艘刚刚下水的新型航空母舰蒙特利号，成了这艘船最早的一批舰员。他成为了一名防空炮指挥官，管着甲板上那一排朝天的40毫米机关炮，同时兼着领航助理。接下来的1年多，蒙特利号几乎打遍了太平洋上每一场硬仗，从吉尔伯特群岛一路向西杀到马里亚纳菲律宾海，直至菲律宾。那是航母对轰、机群蔽日的年代。每当日本飞机顶着尖啸俯冲下来，福特就站在那些高射炮位上，指挥炮口追着敌机打。这1年多打下来，他个人那枚太平洋战役勋章上缀满了9颗代表参战的星。可真正把他推到鬼门关前的，不是日本人的炮火，而是一场台风。1944年12月18日的凌晨，太平洋上一场代号眼镜蛇的超级台风正把哈尔西的整支第3舰队一艘一艘按进黑色的浪谷。那一夜正轮到福特值更，一个巨浪砸下来，蒙特利号猛地朝一侧倾过去，足足倾了25度。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朝着甲板边缘，朝着那片翻滚的黑水甩了出去。千钧一发，是甲板边沿那道仅仅2英寸高的钢棱把他绊了一下，他连滚带翻，滚进下层的走道，捡回一条命。那一晚的劫还没完，剧烈的颠簸让机库里一架飞机挣脱了固定，撞出大火，3名水兵殒命在火里。福特奉命冲下机库甲板去勘察火情。这场风暴加上这场大火，把蒙特利号折腾得遍体鳞伤，伤到整艘船被判定再也无法作战，直接拖出战场，送回船坞大修。回到后方的他，又在几所海军学校辗转任职。1945年10月晋升海军中校。1946年2月，32岁的福特正式脱下军装退役回家。这场战争真正改写的不是他的军衔，是他脑子里那套东西。那个曾经赌气美国优先，一心想把国门死死关上的年轻人，回来时成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人。他成了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亲眼见过，当一个个国家都妄想躲进自己的壳里，对邻居家的熊熊大火袖手旁观，这个世界最后会烂成什么样子。从此，国际主义这4个字成了杰拉尔德·福特一生政治理念的底色。但福特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到了军队，他终究没有真正进入美国的社会。没有经过一番毒打，福特不是一个好的福特。他从未在贫民窟长大，未曾经历大萧条最绝望的时刻。他距离成为美国各级官僚们的严父还有很长的道路。今天的我们也终将成为后人口中的历史。我是夏言，我们下期再见。